最后一个，我们看一下这个 Navigator 的介绍。然后在 Navigator 中，我们就会有一些，就导航嘛。导航的话，其实就是无人机的路径规划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无人机的导航系统。然后这个代码的话是在 SRC、Modules 和 Navigator 当中。然后比如像这些，有的一些功能，比如说有航迹点飞行或者任务飞行，有自动返航、一键起降等功能，都是在此模块中进行的。而 Navigator 中模块中就是核心的状态就是导航的一个状态。然后 P+4 系统然后根据当前所执行的一个导航状态，然后执行相关的导航功能。和当前导航状态发生变化时，立即切换到其他导航功能中，从而实现不同导航状态下完成不同的飞行任务。然后这个就可以看一下旁边这一张图，就是 P+4 系统中的一个 Navigator 的一个状态。然后基本上就一些飞行模式吧，就手动模式、定高、定点，自动任务就飞航点，自动悬停就保持悬停，自动返航，然后以及动力故障下的降落模式，以及 GPS 故障下的一些降落模式，还有特技模式，然后预留的，然后下降，然后自毁，然后以及 off-board 模式、自稳模式和一些一键起降，跟随、着陆，兴趣点环绕等模式。就飞机根据当前你的一个导航的状态，然后如果根据如果说当前的导航状态发生变化，然后就会立即切换到其他的一些导航状态，然后完成不同的飞行任务。然后对于自主无人机来说的话，可能都是在 off-board 模式下进行控制的，因为 off-board 模式下给你提供相应的一个 API 接口，然后这个接口的话可以根据你自己不同的情况，就在这个 off-board 模式下，我们也可以调用，比如说起飞模式，然后降落模式，或者是跟随模式，就是在 off-board 模式中，我们也可以调用这些导航状态，完成不同的飞行任务。如果主要是由你机载电脑做的一些路径规划，那你只需要在 off-board 模式下进行完成即可以。Navigator 的话，下面就分了比较多的一些模块，比如说 Mission、悬停、返航、Follow Me、Take Off， 然后 Land。然后导航模块中基本上就是采用 C++ 多态，然后来完成导航功能切换的。然后在导航模块中定义一个叫 Navigator Mode 的基列，用于就是定义最上层嘛，公用的出项的一个导航方法。后面的话基本上就是再定义一个 Mission Block 的类，然后继承了 Navigator Mode， 然后用于完成自动任务相关的一个公用的方法，最后实现在多个导航模式下就不同的一些导航功能，就基本上就处于继承关系。然后 Mission Block 的一些子类就很多，就比如说 Take Off 呀、返航呀、精准着陆呀，就每一个模块它都对应执行不同的功能。然后右头的话，这个就是一些比较常见的，像 Flow Target， 然后 GPS Failure， 或者是 Land， 或者是 Router， 或者是 Mission， 或者是 Take Off， 或者是 Navigator 之类的。所以在这个导航模块中的话，基本上就采用多态的一种形式，通过不同的继承父类，然后形成不同的一些导航功能。然后在本节中的话，基本上我们的就是通过简单的讲解，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通用的一个关于 P+4 源码的一个介绍，分别从它的一个框架，然后以及框架下面从前面最开始的框架，然后再介绍框架下面比较重要的几个点，像 Marlink， 就是它的一个无人机的一个通信协议，然后以及内部的一个通信机制 MIL-RB， 然后以及它的一些控制方法，像姿态环控制、位置环控制、
控制过程中需要用到的一些参数调节，然后以及最后的一些导航控制。那我们的无人机基础理论基本上讲解就是这些，然后后面的话我们可能会根据这个实机，就是根据我们的一台比较简单的一个无人机，然后进行详细的讲解它的一些实战的相关的一些内容。好，谢谢大家。